Hello，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拿课上的学生作品来讲讲植被的调研这个环节哈。一看这些图，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调研它实际上做的非常的详细和完整哈。除了第一页，你看我们有各种精心的一些挑选哈，这些植被它们都造型各异，还有各种不同的生长方式跟呈现方式。那么针对每一个植被，实际上它还有自己单独的调研信息哈，能让你进一步的去了解它，比如说它的颜色呀、尺寸啊、它的幼苗啊、它的花啊、它的小树形态，还有它的生长环境等等等等哈。针对每一种不同的植被，它都有自己相对应的更加详细的调研。我们大概的先略一眼哈，然后我们再仔细的去讲解。那当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完整的信息之后呢，脑海里实际上就会呈现一些非常具象的这么一个搭配组合，还有构图方案哈。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我看这个菊花魔芋，一看当它有和人的这个身高比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超级大，对不对？好像那些魔幻游戏里面，比如说 Avatar 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奇异植被哈，但是世界就是那么奇妙，它就是真实的存在。OK， 这个巨型的大花，我们给它的分类，我觉得应该是大，对不对？但是它的造型是比较高挑的，大高。然后呢，它应该是一个主角的作用，对不对？那下一个大王花哈，我们看它的这个 size， 它的这个大小也是非常惊人的。我天，如果你让我在森林里面看到这个，我可能就会以为是一个主题公园，我觉得这是一个假的来骗我的。OK， 那这个它跟这个菊花魔芋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虽然是大。OK， 但是它是一个宽的造型 ，OK， 还有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角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它在画面上呈现的话，对不对？因为它是非常吸睛，而且体量那么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所以它一定是承接了主角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接下来这个绞沙绒，我们也看到它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它是高。然后呢，它相对于这个霸王花来说呢，它是会比较窄一些的啊。从整体的比例来看哈，毕竟它这个树它是这么生长的哈，这个大王花它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它这个一个高跟一个窄和一个大和一个宽，它整体的给构图带来的这种感官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它肯定也是一个主角的角色，或者它是有一个绞沙绒的一个树林，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重复性，也是可以的。OK， 所以说这个待定主角或者重复都可以 OK， 有些时候这个植被它可能会有很多种的用法，不光是一种单一的一个用法。那这么这个乌头我们看看哈，它应该在岩石哈这种当中生存，然后它会覆盖在这个草地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比较小型的。我们在画面上面是要用覆盖的这么一个功能，它肯定不是一个主角，它肯定是利用它的一个颜色作为一个指向性，让它在构图当中把它指向某一个我们的主角的品类。那接下来这个司马海鱼，它应该也是一个，我天，长得像个食人花一样。我们看看它的大小，它这个大小很有意思哈，它长到成年的时候，你看它大概有手掌的5到6倍大了。OK， 但它还是小 baby 的时候，你看还是挺可爱的，很 Q 的这么一个小植物哈，我都想养到家里来玩一玩。你看它大概它的这个花瓣的这一块哈，是跟这个手掌是差不多大的，所以它可大可小，可以成为主角，也可以作为这个指引哈，还有重复性来用，所以它是可大可小，对吧？它可以是指引或者是主角。那它这种变化的这种灵活性，实际上给之后其他的一些部门也能带来更加多的思维发散。就是说，它能不能变成一个跟版法相关的这么一个植被哈？能不能有它的一些采集的特殊意义等等等等？当我们做了这部分视觉调研的时候，实际上不经意当中，还给其他部门的很多同学也做了部分的功课。这个就是职场情商的表现。你做好了你的工作之外，实际上你也帮助到了大家。
那接下来看这个蛇百合哈，它也是比较会有覆盖的作用哈。如果我们看哈，它生长在水边，然后它的体积呢也是比较小的。那么这个是小的，然后是一个指引或者是一个覆盖。那如果你现在让我去很快速的去想几个构图的话，我可能会先用比如说乌头在这个黄绿的草地上面做一个跳色。那跳色的时候呢，这些跳色它会形成一个颜色的路径，把我引到2个主角当中吧。我要选一个，我觉得菊花玉魔也可以，大王花也可以，这2个都是 OK 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色相分布那就是绿色的草地，来点一下。这是一个绿色的草地，然后接下来我们有我们的乌头，对不对？那乌头的颜色大概是比较偏蓝的 ，OK？ 来，我们再选几个点哈，你看它都是比较偏蓝的。这个时候我可以有2个可能性，要不然就是去搭配这个菊花玉魔，要不然就是搭配这个大王花。那菊花玉魔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是比较呈紫红哈，看看这里，对。基本上都是紫红，当然它的这个颜色在不同的光照还有照片下面，它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但我们看不管怎么变化，这个菊花玉魔它永远是比较偏紫这一块的，对吧？然后这个乌头呢，它是比较偏蓝这一块的。所以他们2个在画面上面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呼应的效果，但是正因为一个偏蓝一个偏紫，在呼应的效果之下又不会显得太单调，因为他们2者之间还是有这些微妙的变化的哈。那如果我们去跟大王花匹配的话，我们看它是呈褐色或者是红色，或者是有时候是一个橙色哈，主要也是看你在哪种不同的素材上面去吸取它的颜色，观察一下在色轮上面。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哈，它还是在暖色、红色、橙色这一档里面游移，所以的话呢，它会更加形成一个颜色的这么一个对比。OK， 那当我们有这种3种颜色对比或者组合的时候，有一个英文词哈，叫 triads，不太知道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说，但大家可以去翻翻《色彩与光影》那本书，叫 Color and Light， 很有名的一本书哈，我敢肯定大家可能基本上都会有。然后大家看看英文的原文也好看看中文的翻译也好James Gurney 他都讲了很多各种不同的色彩组合在这本书里面。那实际上如果我们觉得老用乌头去做这个覆盖跟指引非常的单调，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还可以用司马海鱼或者是蛇百合，它们也都是可以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你可以让它大面积的去覆盖然后用颜色的跳色去把你指向这个一个主角类型的这么一个植被。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思维发散，脑爆了很多很多的设计方案还有构图方案那大家不要忘记了，所有能让我们成功的做这些思维发散的这个基础就是有这些调研资料，没有这些信息的来源，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让自己的脑子那么的活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那么多的主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个调研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呢，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还有记得来粉群来找我们一起玩哦。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